大家好，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下，因为很多的朋友会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然后他们问我美国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他们退休金是多少，还有就是他们退休以后的医疗保险是什么情况。那我今天呢就这个问题呢跟大家说一说吧。咱们呢首先来说说美国人的退休年龄是多少。美国呢从2021年1月份开始把65岁退休改为67岁退休，所以呢正常年龄退休是67岁，提前退休年龄是62岁。美国鼓励延迟退休，如果你选择在70岁或70岁以后退休，那么你每个月可以拿到132%的退休金。美国的退休制度设计具有一定的弹性，不少老人选择延迟退休，主要是还是感觉自己能干得动，老板也愿意雇你。如果你来美国旅游，你留心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美国的空姐、旅游、餐饮业、赌场发牌员等各类服务行业中都有不少老年人在工作。中国的空姐都是年轻漂亮的，经过精挑细选的，但是你在美国你会很惊讶地发现，基本上都是50多岁的老太太、老头子。所以在美国正常退休年龄内退的人可以领取全额的退休金。当然有条件的人你也可以选择不工作，也不要着急着去领退休金，你可以等到67岁以后再去领全额的退休金。在美国，人们选择延迟退休的理由很多，有的人是喜欢工作，愿意发挥余热，更多的人是为了多赚点钱，好让自己能过一个更安定富足的晚年。那美国人的退休金能有多少呢？美国普通民众的退休金就是社保退休福利，平时工作要交社保税，个人交收入的 6.2%， 公司也交同样的比例。如果是自雇的话，个人要交 12.4% 的税。美国人的退休金真的不多，但是呢，只要你工作10年，每年都去交税，获取退休金必须积攒40点。至于这个点我就不跟大家详细介绍了。夫妻2个，只要一方工作10年，如果配偶不工作或不符合工作年限要求，也可以领取少量的退休金。如果配偶死亡，配偶对方以及成年的孩子也会享受到社保，那就不叫退休金了。美国人的退休金如何计算呢？真的太复杂了，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当然也是根据工作的年限长短，工作的时间越长，拿的退休金就会多一些。因为在美国赚的钱都是要交税的，所以说呢，只要有收入就要去交税。个人呢就是每年一次性的交一次税。那美国人的退休金到底是多少呢？根据个人的工作年限，由300多一直到2000多不等，所以说美国人的退休金真的不多。当然除了社保以外，美国还有 401k 或类似的计划。
门诊保险是免费的，每月的医疗保险也就是$100多。对于老年移民，即便已经超过了65岁，也必须在美国连续生活5年以后才可以申请加入联邦医疗保险。加州的医疗补助计划，俗称白卡，也成为很多老年新移民的选择。不仅零保费，而且只要有绿卡，经过审批就可以领到白卡。美国的老人公寓和传统的养老院有很大的不同，更像是一个老年人聚集的生活休闲中心。有钱的住高级的老年公寓，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一条龙，都有人精心组织安排，比如讲座、音乐会、表演、读书会、展览等等。经济条件有限的也会有政府资助老人公寓，但是呢，老人公寓只接受健康的、生活能自理的老人。如果需要专业的医疗照顾，就需要去老人护理院。那这些费用呢，会在他的红蓝卡和白卡中都会有涉及。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加州的州立大学针对60岁以上的长者，每个学期只收$3的学费，就可以去上大学。但是呢，也需要经过和年轻人完全一样的申请环节，一样的学习进度，完成一样的学分才可以顺利毕业，重返大学校园，也是充实退休生活的一种选择。在美国行驶在公路上，在美国我们经常会在停车场看到一些80多岁的老人，他们也是自己开车出来买菜呀，干什么的。所以呢，很多的汽车保险公司会对于50岁以上的驾驶者也有特别的折扣。老年人呢，去参加一些驾驶训练，包括参加美国的退休协会，都会有不同的折扣。美国的国家公园也特别多，只要到了62岁，就可以花$10去申请一个国家公园的 Senior Pass。之后呢，全美2000多个国家公园终身免费玩。例如火车、公交、租车、酒店、看电影、打电话，基本上能想到的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折扣。无论是医疗还是养老、住房等等，美国每个州还是有点区别的。顺便说一下，美国人成年以后是不和父母住的，那他们是怎么尽赡养义务呢？在美国很少有成年人和父母一起住，但这并不代表着成年以后就很少见父母。老年人退休以后经常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也有很多人愿意搬到养老院，因为在养老院里生活舒服，有活动，还有同龄的朋友在身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帮带小孩吗？因为经常都是离得很远，如果都住在同一个城市里，只不过不会像中国的老人那样天天带孩子。美国人父母都工作的话，一般习惯安排孩子下课后到托儿中心等父母下班。也有一些企业会提供免费的托儿服务，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美国人不像中国的父母，对，给孩子买房买车什么都买，也不享受子女赡养的权利。中国子女的赡养义务是写进法律的，而西方没有。孝道是中国社会的信仰。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咱们看到的这些景色都是我在洛杉矶的威尼斯运河拍的，有没有欧洲小镇的感觉呢？河边的房子大部分都是用来出租的，也就是给游客住的。有空的时候呢，在这边走一走，一边散步一边可以欣赏着小船微波荡漾的水景，还有水边的豪宅，心情非常的舒畅。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谢谢大家，咱们下次再见。